嘿，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未来学研究局。6月6号，星舰第4飞已经过去接近3周了，马上就要进入7月了。第4飞呢，基本上完成了预定计划。虽然发生了第2级机翼跟机身连接处差点被这个高温融化导致机翼脱落的意外，但是有惊无险，最终呢，超重型完成了精准受控的海面回收。星舰呢，也在距离预定坠落地点6公里远的地方完成了翻转机动，并且垂直的落入了印度洋。按照目前 Elon Musk 放出的消息呢，第5飞的时间可以基本确定是在7月的下旬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SpaceX 在星舰第5飞的一些准备情况，也特别关注一下第5飞我觉得特别重要的3个看点。好，废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开始。首先准备执行第5飞的超重型 B12和上面级的星舰 S30，现在都已经准备就绪了。B12的首批部件呢，是在22年的10月份被首次发现，那在23年的8月份完成了最终的堆叠，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低温验证测试，现在正在 Starbase 进行发动机的测试。星舰 S30也是在22年9月的时候被首次发现，那在23年的8月份完成了堆叠工作。现在呢，也已经完成了好几次的低温验证测试和1次静态点火测试。但因为中间更换了不同型号的发动机，所以估计会在7月发射前呢再进行1次静态点火测试。星舰合体的第5次飞行测试，我觉得有下面这3个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下。第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呢是 Megazilla， 就是我们所说的筷子。在星舰第4次测试的时候呢，超重型返回后在海面成功实现了减速和悬停。那星舰基地的机械臂也在同时做了一个夹紧的动作，模拟超重型返回时的这个回收流程。那这次测试的成功，让 SpaceX 下定了决心，在星舰第5飞的时候，让超重型返回到陆地上，用特别设计的这个 Megazilla 夹住悬停的超重型，验证第1级的快速回收。我觉得这是星舰第5飞的最大的看点，毕竟这是人类航天史上首次使用这么大胆的回收方式来回收一个航天器。同时，这也是星舰系统真正想要实现快速回收、快速发射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大家都知道，与猎鹰9号不同 ，SpaceX 从一开始的设计就没有给超重型跟星舰本身设计着陆支架。一方面，他们肯定是希望直接能在空中把它们夹住，然后直接放到发射台上，1、2级堆叠在一起，加注燃料，然后直接继续再发射。另一方面，用省去的这个着陆支架的这个重量，可以换取很大的载荷重量，这与几十年前航天飞机的回收完全已经不是一个技术路线了，保证了将来在地球飞往火星的那个短暂的时间窗口内，他们可以把大量的星舰发射到地球轨道上，然后补给燃料之后，同时出发前往火星，运送更多的人员和物资。但是毕竟是第1次回收测试嘛，所以 SpaceX 可能还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第5飞的着陆塔会选择佛罗里达州新建的一个回收台，降低回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这种安全隐患。通俗一点说，就是超重型别在降落的时候砸到了发射台旁边的这些燃料农场啦和其他的一些附属设施。好，那第2个我认为比较大的看点就是星舰舰身的隔热瓦升级。毫无疑问 ，SpaceX 在星舰第4飞的隔热瓦方面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办法让任何的轨道飞行器在不使用热防护罩的情况下来重返大气层，因为这个过程中高超音速的飞行器和空气摩擦产生了上千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足以把任何制作这个舰体本身的材料去融化掉。所以这种灾难在航天飞机时代就真的发生过，大家肯定也都知道。那星舰第4飞最惊险的地方就是出在了机翼跟舰体连接处的热防护上，当时的高温等离子体几乎已经把连接处烧穿了。从目前 Elon Musk 透露的消息来看呢，他们已经重新设计了更高效的隔热瓦，而且呢正在全面铺贴到 S30的舰体迎风面上。那新的隔热瓦大约相当于之前的材料的抗热性能的2倍。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数据，之前的隔热瓦大概能够抵御的高温大概是在1430度左右，那新的隔热瓦能够抵御的温度大概是2800度左右。那此外呢，为了防止隔热瓦真的在返回途中意外的出现裂纹啦、脱落啦这些意外情况，导致高温等离子体真的去直接烧穿了舰体，
那伊隆马斯克还透露，即将在隔热瓦的下方添加一层新的隔热材料，作为第二道防线，给舰体提供冗余的保护。这种材料能够在经历高温的时候逐步的被烧蚀，通过类似于蒸发的方式去带走大量的热量。所以你可以看见 SpaceX 为了让星舰系统真正的实现快速重复使用，在热防护上也同样做出了革命性的创新。星舰在载入大气层后能够完好无损，无需经过像航天飞机那样复杂的隔热瓦检修和大规模的更换，其实对于实现快速重复使用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看点，我觉得呢是 FAA 的审批许可。每次星舰发射最让人挠头的，应该就是这个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AA 的审批许可了。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不太多，但是伊隆马斯克也曾经抱怨过这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可能都会存在吧。也许旧的这种法律法规，它就是跟不上新的科技或者商业模式的创新。那这种滞后，在90年代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出现过，那在 P2P 平台出现的时候，它也出现过。在比特币出现的时候，它也出现过。这种滞后，要么会导致这些新生的事物去野蛮的生长，最后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要么呢，就会导致新事物呢不停地去适应旧法规的要求，严重阻碍了新事物的发展。据说星舰试飞的审批过程中 ，SpaceX 也在努力去适应 FAA 的审批规范，在每次申报新的飞行计划的时候，都尽量保持前次申请中的飞行路线和技术细节不变化。使用相同的飞行剖面图和其他的技术特征，尽可能的减少申请的等待时间。但是呢，第5飞有一个新的变化是 SpaceX 注定躲不掉的，那就是超重型这个庞然大物准备进行地面回收。这项重大的改变估计得让 SpaceX 在申请新的飞行许可上耽误一些时间了。不过从 FAA 对第4飞的调查回复中透露出了一个好的消息，一个好的趋势。那就是 FAA 评估了星舰第4飞的运行情况，星舰的飞船和超重型的所有飞行事件都在计划和授权的活动范围内，不需要进行事故调查。这个不起眼的回复，在我看来意义可能还真的非常的重大。这是第一次 SpaceX 在星舰测试后不需要对 FAA 提交复杂的事故调查报告和整改计划。那说明什么？说明 SpaceX 在发射星舰后的控制方面，在 FAA 看来已经非常的有信心了，已经非常的稳妥。即使是在你星舰在空中爆炸的问题上， FAA 可能将来也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意外、一个事故来处理，而是当成是在你可控的情况下进行的常规操作。这是 FAA 对于 SpaceX 整个的运营能力的肯定和信任，很可能会在接下来让星舰的测试跑得更快一些。那7月这次试飞，如果 SpaceX 能够继续保持前几次的记录，也就是即使星舰出现意外，也能在预定的计划内做出紧急处理，不要出现不受控的爆炸、坠落的情况，我估计接下来的下半年里，我们还能看到额外3到4次的星舰发射。这也就意味着每次 FAA 的审批时间在接下来会缩短到1个月以内。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个频率，那星舰飞船在今年内实现 Machzilla 机械臂回收就真的能有很大的希望了，整个系统的研发进程也能够大大的加快了。好，这就是本期内容，希望你能喜欢，也希望你能关注我的频道，支持我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会持续关注 SpaceX 的最新进展，我们下期再见。